然后我也没有在鼓吹什么哦，那因为很大我们就不生了，没有哦，而是说台湾的父母哦，真的是对小孩子的投资哦，真的很巨大哦，非常的巨大。如果实力有够的话哦，真的是去挑好学区，然后不要吝啬开口请亲朋好友、爸妈帮忙哦。为什么？因为你是为了好学区哦，所以这个完全不用害怕。而且你的爸妈听到你为了好学区哦，需要资助哦，需要凑钱来拉这个头期款，都应该要帮忙哦，都应该帮忙。我认为这个才是对孙子哦，对儿子女儿哦，这个负责任的方式就是这样。为什么现在拼的是一个好学区的房子？开玩笑，对不对？国小学区就好了啦，哦，再大一点就还好，因为现在更多的选择可能是送出国。所以为了好学区而奔波哦，而委曲求全的父母们哦，说不定就是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你哦，这个真是向你敬礼哦。先说结论哦，因为你在挑才会一直上不了车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哈，有找过工作就会挑房子，我觉得我讲的很有道理哈，那个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哦，为什么好房子这么难找哦？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为什么你已经觉得自己的标准已经很低了，那却还是看不到喜欢的房子？就像我们之前有一集在讲哦，有一个网友想要买预售屋哦，那花了1整年的时间，每个6日都在看房子，看了上百间以后，他才买到1间预售屋这已经是比较容易成交的物件，你都可以挑呢，对不对？挑车位，挑什么了？对啊，哦，那怎么还会看到上百间哦？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我猜也猜得到，就是因为他很挑哦。事实上，大部分的人只是想要买房子自住的哦，一定都是挑剔的。因为如果他不挑剔，他就租房子不就好了哦？那难道他租房子他不能够实现住的这个需求吗？可以啊，对不对？可是他就是怎样住的不爽哦，他就是不晓得哪时候会被房东赶走哦，涨房租，你在墙上要钉个什么钉子，他都要先问啊，就不喜欢这个房间的家具啊，自己换又舍不得哦之类的哦，就是不喜欢这种被控制的感觉哦，那想要拥有自己一个家。但是当他要买房子的时候，却又发现，自己还是被控制哦。能买的房子，他就看不上哦。那看得上的，那他买不起哦。所以你要知道，卖方市场哦，你才是被挑的那一方。对，我知道这句话哦，讲出来很刺耳哦。那不知道又有多少人的玻璃心又要碎了哦。我都听到那个玻璃心裂开的声音哦。那我也没办法啊。总之就是你有没有看过个段子哦？这大陆的，我方便理解，我把内容都改成台湾哦。台湾就一个女的在车上问男的说，为什么他都找不到对象？男的就叫他讲一下他的条件哦。女的就这样讲，我1个月收入10万，对方也要10万，不过分吧 ？OK， 好，不过分。我台大毕业。对方也要台清交毕业，不过分吧？好，不过分。我现在35岁，要对方不要比我大，不过分吧？好，不过分。好，然后他就问说，那你说为什么找不到对象？然后那个人就说，哦，因为你这几个条件是不过分，哦，不过分，但是全部加起来就很过分了。哦，好，这个段子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买房子的新手会遇到的状况哦，会遇到状况，因为他现在住的地方怎么样还不错哦，甚至他住他老家哦。然后以前的旧房子虽然旧，可是室内空间那么大，对不对？你现在要去找同样室内空间的新房子，你看你要付出多少钱？所以他的标准就是什么？他标准就是以自己的标准做标准去挑，那你当然很辛苦嘛，对啊。那就找不到什么好房子哦，找不到另一半这样。就像前面讲了，看100间房子了，我不相信他是看到第100间才觉得适合的房子，我更相信的是。他是一间一间这样看过去，慢慢看，慢慢看，从中慢慢认清现实，然后知道自己还能够买的是哪一种房子，然后最后他应该也不满意，他应该来个不满意可接受，应该都是这样哦。你要知道，屋主也想换成他喜欢的房子哦。好，听到这边哦，我猜已经有人开始气馁了哦，就觉得那不如我自己租房子算了，我先不要。因为你只要咬牙撑过这几年，你就可以换成你想要的房子了。小换大，旧换新啊，我自己就是这样换的啊，对不对？那如果你回去租房子5年以后，你还是会在那边想说为什么这个房东那么鸡巴为什么还是买不起房子啊？为什么房价那么贵啊？为什么我不能抽社宅等等有没的？我跟你说现在还在卖房子的房东其实是怎样？
他们就是几年后的你啊，他们也是先买了那些他们没那么喜欢的房子，我跟你讲哦，住也住不爽，然后觉得有缺陷哦，然后等时间差不多了，资产膨胀起来以后，他就可以把这些卖掉哦，然后拿着一大笔钱，然后去怎样去买自己更喜欢的房子哦，那要怎么做？我们在小换大旧换新这一集就有讲过了哦，你可以看一下小换大旧换新，你们听你会觉得是废话，可是我们就是这样啊，我就是这样啊，我同学就是这样啊，我前辈们也通通都是这样啊，大家就是来个小换大旧换新啊，然后房子就越换越漂亮，越换越大间啊，就是这样啊，我还没换完呢，对啊，我以后可以的话，我还想要换到更强的房子哦。那你去看一下小换大旧换新这个技能哦，你这个技能你要点起来，你一定要学会了哦，才不会陷入这种一直恐慌、一直 FOMO 又一直纠结哦。并不是好房子很难找，而是你要有一个等的过程哦。就像是你爸妈不可能是出社会的第一天，然后就买你现在住的这些，有可能哦，那你就祖上积德哦，一定他们有经过租屋嘛、换屋这些过程哦，然后慢慢换，生儿育女要换到那个空间比较大的哦，或换到学区比较好的哦，学区这个我八卦时间我再来讲，所以真的不要想要一步登天哦，我们都是这样子，好房子都是这样慢慢换来的，谁叫你出生的时候嘴巴没有咬一只金汤匙？对啊，那你现在想要一步登天，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哦，我今天跟你讲了为什么好房子这么难找。我先跟你分享了为什么你觉得自己的标准就很低了嘛，然后大部分想要买房自住的人其实都是很挑剔的，他不挑剔的话就会继续租房子，就是因为他不喜欢被控制，不喜欢被制约，女孩子要快结婚了，她想要一个家所以他们就被迫要去看屋，然后又用了他以前居住的环境条件来挑现在的房子，现在公设几%，对不对？所以就变成说哇，就很没办法接受这样。一样，你多去看房子，你去了解说现在市场到底长什么样子你就会开始认清现实了啊。那事实上是说，你现在觉得很差的房子你看了也不喜欢，其实你的屋主就是这间的屋主当初也是屈就的那是现在他们有能力去买更好的房子，才要把这些拿出来卖啊，对啊。然后你接手了以后，过了几年以后，你也是有机会再把这些抛出来，带着更大的钱去看你更喜欢的房子。这个就是现在自住买房的最佳解，就长这样，小换大旧换新，周期大概要抓个15年小换大旧换新15年，一定能够给你换到相对 OK 的房子从蛋白区都能换到蛋黄区都做得到。我跟你说真的，只要你先上了车，后面都是有机会的。所以你就委屈一阵子，总比你委屈一辈子还好吧。最后我想问你你现在住的房子你满意吗？如果是的话，那你又花了多久你才换到这一间？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我会想要看看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怎么换到自己喜欢的房子，记得订阅加分享这支影片到你的LINE群组里面去。A 片群组也没关系但是你被踢了，你不要怪我让他们看着我的脸冷静，或是你可以加入频道的会员我有拍一些不太适合公开的议题，你光看那个封面标题你就知道了那欢迎加入，现在加人蛮多的啦那赶快上车好，那讲八卦，说到底不满意就是钱的问题嘛，不就是这样吗？这个钱不够，到处都是问题啊。那你钱有够，剩下的问题就只剩下你不要被人家当盘子敲，这样就好了然后各种买房的条件你东挑西挑，有一种东西的限制真的很大真的很大，这不得不拉出来谈一下就是学区小朋友念书的学区是这样一个国小的学区大概就是那一带所以变成你如果为了要买房要自住要学，应该是不太能接受用寄户籍的方式，即使你有亲戚朋友在那边寄户籍他也愿意让你寄，你可能也都要思考一下为什么，因为小朋友接送的问题对，台湾父母为了小朋友真的付出很多真的。那学区这个东西它限制，我不会说它是个麻烦的东西我会说它限制很大。为什么？它就把那个学区限制出来了，限制出来之后，它要是个蛋黄区，我靠，那附近的房子就是这样嘛，对啊。然后你又不是说我只是要能够寄个户籍就好了而是
你需要怎样？你需要一家子人再给他住进去，住得整整齐齐的哦。所以你该有的东西要有，卫浴要有，然后最好那个楼梯不要是爬到5楼，等等的需求你就跑出来，自然很难挑，会变得非常难挑。在你锁定的学区里面，还能挑到你满意的房子，那真的是你实力很够哦，真的是你实力很好。为什么？总是好学区吧，对吧？烂学区还要挑哦，总是很好的学区吧。比方说那个东门捷运站那附近的学区，大安区金华街那边，对啊，很好学。那附近的房子是天价，你要上车真的很难上。但你明明也知道，为了小朋友的未来，他的同班同学、好朋友们，家里都很强，对，就这样。所以为了学区，那就会变成你必须怎样不满意可接受。如果你在学区房里还可以挑到一个很满意、很接受的，哇，那你实力真的很够。所以委屈大概都委屈在学区这边哦。学区这个东西，你说 view 啦、景观啦，你说那个，因为现在很多人远距上班嘛，view 就没有那么重要。那你说生活机能，这个六都到处有的是生活机能好的地方，连锁店都会开嘛，50兰不是都喝得到嘛？对啊。所以其他东西的替代性好像都还好大概就是你的工作跟你的学区，然后等你小孩子出生之后，学区又会比你工作还要更重要一点。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开车啊，你可以搭捷运啊，你可以跑来跑去啊。可是小朋友那么小，你要接送啊，对，所以应该都是为了学区在打拼一间房子。此时那边画出来就很难挑了。那个中古屋就那几间，预售屋都是天价，好学区嘛。然后那中古屋那几间你看了也不喜欢啊，又漏水又避癌然后你就觉得说，干卖方把这东西拿出来卖，这个他良心不会不安嘛？就不会就是这样。对，所以学区啊的限制真的是有点大。国小的学区你把那个范围画出来你真的去数，慢慢数。那个乐居不是可以看每个建案每个社区吗？其实都数得出来的就那些社区有东西抛出来，你就要赶快去看了。好，不止你在看，别人也在看，别人也要跟你抢。为什么？因为他也要挤进这个好学区，就这样啊很辛苦了。我讲这些只是要表达说那个学区的限制是真的很大。然后我也没有在鼓吹什么那因为很大我们就不生了，没有而是说台湾的父母真的是对小孩子的投资真的很巨大非常的巨大。如果实力有够的话真的是去挑好学区，然后不要吝啬开口请亲朋好友、爸妈帮忙为什么？因为你是为了好学区所以这个完全不用害怕。而且你的爸妈听到你为了好学区需要资助需要凑钱来拉这个头期款，都应该要帮忙都应该要帮忙。我认为这个才是对孙子对儿子女儿这个负责任的方式，就是这样。为什么？现在拼的是一个好学区的房子开玩笑，对不对？国小学区就好了啦再大一点就还好，因为现在更多的选择可能是送出国。所以为了好学区而奔波而委曲求全的父母们说不定就是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你这个真的是向你敬礼这佩服啊，辛苦你了。影片看完了我是买房阿元我跟你讲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看女生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这个房子不能买那个房子适合自住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了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啊。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你先看再说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啊适合你。长期资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跟追女生很像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啊，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也都一堆幻想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
第一步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但是房子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自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啊。那我跟他要房子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 po 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非常的 OK。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那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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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那自产台北你就加 LINE。 我再说一次高雄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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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那台北的 LINE 是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